AI 生成升级视频，转头就说占领了某某地区，这就是克宫现在的胜利。然而数据造不了假，乌俄战场上至少35万俄军丧生。为了补窟窿，克宫只能找上朝鲜，一求炮弹，二求兵，3年让朝鲜赚走140亿美元。反观乌克兰，德国国防部长突访基辅，启动勇敢德国联盟，联合生产无人机和远程导弹。乌俄打了这么久，俄罗斯的战报到底注了多少水？克宫现在也是真头疼，因为星链被切断，再加上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前线的推进速度比蜗牛还慢。但是克宫又急需打出来胜利，那该怎么办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紧跟时代步伐，用 AI 批量生产胜利。视频里的推进速度那可比坐了火箭还快。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他们在前段时间发布的一段视频，号称乌克兰第81空中机动旅的士兵在顿涅茨克州皮什库尼夫卡村投降，还老老实实的升起了俄罗斯国旗。结果造假手段太一般，跟着就是大型翻车现场。画面里的人面部表情僵硬不自然，声音带有明显的 AI 合成痕迹，而且视频里的地面覆盖着明显的积雪。但是按照俄军说的时间，顿涅茨克早就没雪了。那这满地的白雪是从西伯利亚空运过来的吗？第81旅也出面回应，视频中提到的其中一个地点到现在都还在乌克兰空降兵手里。他们还专门派无人机去俄方说的地方检查了一圈，不仅没有3色旗，而且连建筑都明显不一样。虽然这一套手法破绽百出，看起来挺可笑的，但是已经是克宫升级后的手段了。造假的起点是2025年春天，那时候俄军在前线大搞渗透战术，派小股突击队顺着乌军防线缝隙往里钻，然后插旗拍视频跑路，宣传机器跟着就开始转，俄军占领了某某地区。这时候的视频还有个致命问题，太糙，基本上就是手机拍一下，画质感人，毫无剪辑，乌克兰随便一查就能证伪。于是俄罗斯开始动脑子了，他们不再满足于发一段原始录像，开始搞后期制作，多段素材拼接，多地点同时产出，再加上 AI 的合成处理，视频画质和观赏性比之前上了一整个台阶。呈现的效果就是俄军在前线大规模推进。到了5月份，因为实在拿不出来特别好看的战果，但是胜利日又近在眼前，迫切需要大量宣传，所以就在胜利日之前，俄方消息源在几天之内密集投放了大量 AI 生成的升级视频。随着手法的不断升级，这个造假产业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此前专门做深度伪造检测的 Sensely AI 平台发布了一份报告，他们从俄乌战场前线上识别出超过1000段合成视频，发现这些视频并不只是堆量而已，而是被有序组成了3个不同的生产流水线，分别针对不同的目标人群。针对前线士兵，他们专门搞了一帮 AI 生成的乌克兰军人，让他们对着镜头诉苦，说前线崩溃了，弹药没了，抵抗下去没意义。目的很单纯，就是打击士气，让前线士兵觉得这仗根本赢不了。针对乌克兰人则打感情疲劳牌，搞 AI 生成的街头采访，或者冒充好莱坞明星，反向向乌克兰人灌输战争是无意义的，俄罗斯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乌克兰领导层在出卖人民。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赶紧妥协吧。针对美欧受众，重点放在抹黑乌克兰难民上，核心主题就一个，支持乌克兰是在浪费钱，目的是削弱各国政府和公众继续援助乌克兰的意愿。这种打法除了向各方受众施加心理暗示之外，最无耻的是它带来的信息混乱。当 AI 假视频泛滥到一定程度，连真实战场画面都可能被质疑为伪造。到那个时候，克宫就达成了他的终极目标。明明犯了不少罪行，却能对所有指控轻飘飘说一句：“你们有视频，那也可能是 AI 生成的。”然而宣传可以捏造，实打实的数据却造不了假。克宫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开战以来，前线俄军到底死了多少人？根据 BBC 等多家媒体联合调查统计，自2022年全面入侵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确认阵亡人数至少达到35.2万人，死亡群体为18至59岁的男性俄罗斯公民。研究人员梳理了3套完全不同来源的数据，交叉验证之后才敢得出这个数字。首先是已对外公布的人员伤亡名单，这些媒体维护着一个俄军阵亡者姓名数据库，目前已收录约21.8万个经过核实的姓名，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布告、墓地记录或者亲属的哀悼帖作为佐证。其次是俄罗斯遗产继承登记册的公开数据，通过分析年轻男性的超频死亡率，推算出常规登记之外的大量死亡，再结合法院记录，最后给出了35.2万这个数字。这35.2万人里，大约有26.1万人是通过民事登记处和遗产继承记录这些渠道确认的，
另外约9万例则是通过法院程序被裁定为死亡或失踪的军人。这是他们在历次估算中第一次将无尸裁定纳入总阵亡统计。而这9万例法院裁定，恰恰就是克宫最不想让人看到的那部分。调查披露了一个趋势：2024到2025年之间，俄罗斯法院系统收到了大约8.6万份申请，这些申请由军队单位和阵亡家属提交，全是要求把失踪军人合法宣告为死亡的。这种申请之所以暴涨，原因只有一个：前线打得越来越惨烈，失踪的人越来越多，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属只好走法院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办继承，拿抚恤金。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延迟登记现象，就是继承案件正式开庭的时间比记录中的死亡日期晚了好几个月。这种操作在战前的俄罗斯几乎不存在，但是到2025年底，研究人员已经统计到超过5.2万例延迟登记。原因也很简单，尸体运不回来，或者根本没有尸体可以运。军队那边迟迟走不完死亡确认流程，亲属这边只能干等着，一拖就是几个月，然后才能上法院。35.2万这个数字听起来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但是这些媒体也特意给它加了个限定词——最低记录数字。它不包括那些为俄罗斯作战的外国公民，也不包括在俄战乌克兰地区被强行编入的顿巴斯民兵。更关键的是，他也没算那些已经找不到人但还没走完法院程序的士兵，这些人在统计口径里还不算死。如果把这3个群体都加上去，那阵亡数字会涨到什么样，火力军都不敢想。然而对俄罗斯来说，人只是最简单的问题，装备情况才叫惨不忍睹。俄罗斯新克宫的军事博主伊利亚·图马诺夫发布了图 160M 战略轰炸机彼得·戴涅金号升级后的首张照片。这件事本来应该是俄罗斯航空工业的一次高光时刻，毕竟图160是俄罗斯最大、最具核打击能力的战略轰炸机，可携带 KH-101、102等12枚远程巡航导弹，具备洲际核打击与常规打击能力。然而这张照片引发的只有尴尬的沉默。理由很简单，早在2020年，彼得·戴涅金号就在喀山飞机生产联合体趴着，那个时候就开始升级了。然而这张完成照一直到2026年5月才流出来，也就是说，光是把一架旧机体翻新一遍，俄罗斯就花了足足5年。真实机队的战备情况比这5年等待更让人窒息。俄罗斯表面上列了18架图 160M 在役，但实际上其中9到7架图160还长期停在喀山工厂。根据卫星图像来看，在3月的时候才有2架被转移到了新建的生产厂房里，但是这个厂房也是从2020年就开始建了，还有2架连厂房也进不去，就趴在露天。真正能飞去打乌克兰的只有7架，战备率大概在40%左右。这7架还不是随叫随到，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都得精心算计。弹药挂多了飞不动，挂少了又打不出足够的威慑效果。这些年以来，俄军战略轰炸机的有效载荷一直在往下掉。图 95MS 本该能挂8枚 KH-101，现在通常只带4枚。图 2M3 更是寒碜，几乎永远只挂1枚 KH-22。图 160M 也好不到哪儿去，挂弹量远低于设计的理论值。美国的 B-21 都已经要量产了，俄罗斯这边连救急翻新都难。只能说现在的图160已经彻底成了昂贵的摆设。如果说图160的问题还只是慢，还能归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得太厉害了，那么无人机领域的丑闻就直接告诉所有人，俄罗斯的军工到底有多烂。2025年，普京兴致勃勃地跑到了萨马拉州，那里有一个叫未来运输的无人机工厂。当时这家公司的 CEO 也是国家级无人机项目的重要负责人尤里·科扎连科，领着普京走了一圈研发和组装车间，拍着胸脯说年产30万架无人机绝对没问题。1年之后，科扎连科被抓了，罪名是在国家国防订单上搞了大规模欺诈。他通过关联机构挪用了约80万美元的国防订单资金。更离谱的是，这家公司原本拿到了大约5500万美元的国家补贴，用来投产750架垂直起降无人机，可最后工厂实际仅完成了合同要求的约80%交货量。这还不是个例，在逮捕科扎连科之前，侵占媒体经理伊利亚·科斯泰廖夫在另一宗无人机采购档案中被揭出涉嫌盗走近1300万美元。这就是俄罗斯现在的情况。俄罗斯战时无人机供应链正蔓延着一波又一波的欺诈调查，从媒体圈的采购人到工业体系的高级管理者，串联起整条生产线，不是技术，而是腐败。克宫自己也清楚国内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所以他们也想了办法。既然国内补不上，就把目光放到国外。一个最合适的对象出现了，朝鲜。很多人以为朝鲜给俄罗斯送炮弹送兵，真的是为了所谓的盟友情。火力军只能说想多了，金正恩可不是做慈善的，人家要收钱的。韩国国家情报院下属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给出了一个数字，朝鲜通过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和派遣军队，
3年累计收入高达130亿到140亿美元。此前，据联合国估计，朝鲜2024年全年 GDP 大约是172亿美元。韩国央行更高一些，估到了253亿美元。简单来说，通过支援俄罗斯，朝鲜赚到了差不多1年的 GDP。这些收入里占大头的就是那些武器弹药，价值在70亿到138亿美元之间。这批武器包括数百万发炮弹、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还有将近250枚 KN-23 短程弹道导弹。有意思的是，乌克兰工程师和国防部专家在分析缴获的导弹残骸时，发现这些导弹表现出了精度和射程，相比朝鲜此前展出的版本有了明显提升，很有可能是俄罗斯提供了技术优化。俄罗斯又是掏钱又是掏技术，就这样也要换朝鲜的支援，足以可见现在的俄罗斯自己已经虚成了什么样。第二大块的收入是派兵，朝鲜从2024年10月首次出兵以来，前前后后向俄罗斯派遣了超过2万名士兵，光是直接的兵力部署收益，包括士兵工资和死亡抚恤金，就达到了6.2亿美元。具体到每个朝鲜士兵，他们的月薪平均约为2000美元。如果阵亡，家属可以拿到最多1万美元的抚恤金，外加平壤的一套住房。按照目前的派兵节奏，如果持续下去，朝鲜每年单靠兵力输出就能稳定进账约5.6亿美元。然而，钱只是最表面的，俄罗斯给朝鲜的还很可能包括石油和能源供应、工业原材料、消费品以及最致命的东西——军事技术。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4月的时候跑到平壤，跟金正恩敲定了一份覆盖2027到2031年的军事合作5年计划。这个5年框架清晰地表明，俄朝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从短期交易升级为全方位制度化同盟，覆盖了军备供应、技术转让、联合训练和人员交流。朝鲜的常规武器现代化和核能力都将在5年内得到实质性的技术注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在同月也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点出了俄朝技术转让里3个最关键的方向：太空、核以及导弹技术。有俄罗斯的书写，朝鲜这边大赚特赚。2024派兵当年，经济就增长了 3.7%， 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可以预见，只要俄乌还在打，俄罗斯还需要朝鲜，那么朝鲜靠着向俄罗斯供应军需物资，其产业结构和军事技术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得到改善。这边吸着乌俄战场的血，那边的美伊开战也给朝鲜上了一课。史诗狂怒行动首日，伊朗绝大多数领导层都在空袭中身亡。此后，伊朗就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对外决策经常左右脑互搏。朝鲜看到这个结果，干脆干了一件更狠的事儿。就在3月，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朝鲜完成修宪。如果国家核力量的指挥控制系统因敌方攻击受到威胁，核打击将自动且立即实施。等于说，金正恩把核武器的开关绑到了自己身上，只要他死，核武器立即发射，无需经过任何程序。这种姿态背后是一个更加疯狂的事实：朝鲜的核武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朝鲜每年可以制造10到20枚核弹头，如果按这个速度继续下去，到2035年，朝鲜的核武库可能膨胀到和法国一个级别，也就是300枚左右。俄朝这边加强合作，乌克兰那边也再次牵上了德国的手，双方正式敲定启动勇敢德国防务联盟。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突访基辅，这次行程全程保密，人都到基辅了，消息才流出来。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促成新合作，德国出钱，乌克兰出经验，两家一起搞联合创新。按照他们的计划，勇敢德国将依托乌克兰的 Brave-1国防创新集群运作，核心就是为乌克兰和德国的军事初创企业发钱，尤其是在关键领域搞研发的公司。这些关键领域包括无人系统、人工智能、高功率激光系统、先进通信方案，还有导弹技术。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无人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各型无人机，航程覆盖100公里到1500公里。远程无人机的分量最重。皮斯托里乌斯强调，远程无人机的发展对反击俄罗斯至关重要。从基辅往东1500公里，大半个俄罗斯的军事设施都在打击范围内。这是乌克兰和整个北约当前都在全力攻关的方向。虽然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只要继续往前发展一点，那克宫的危险就多一分。这一切正在被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泽连斯基透露，双方已经确立了6个联合武器生产项目，在这背后是德国提供的超过28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更重要的是，双方即将签署德乌10年无人机协议。而德国最想要的还不只是武器创新，还有乌克兰用鲜血换来的作战逻辑。皮斯托里乌斯这一次前来是带着学习的态度来的，目标正是乌克兰的战场管理和态势感知系统三角洲。这套系统是乌克兰孕育出的王牌，它将侦察信息、目标定位到作战指挥，实时整合到统一的网络中，在成千上万次的实战任务中，帮助乌军实现了对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猎杀。之前德国就盯上了这个系统，
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更看重的还是系统里的数据。4月中旬，乌克兰和德国签下了两国之间的首份战场数据共享协议。德国获得了三角洲系统和其他数字平台的真实战场数据使用权，用于分析 PZH-2000自行榴弹炮、RCH-155和 IRST 等德制武器系统在实战中的表现，继而在德国的军工企业里直接用于 AI 模型开发和新一代武器系统研制。或许就是因为数据共享，让德国看到了这套系统的价值，所以他们看上了系统本身。皮斯托利乌斯直言，柏林正在严肃考虑将三角洲系统的部分能力整合进德军自身的指挥体系，或者干脆自己引入一套。就这个趋势来看，乌克兰正在从受援国变成德国的军备伙伴，双方经验技术将不断融合，克宫应该有的害怕了。一边是越来越虚的俄罗斯靠 AI 造假视频，还有求助朝鲜勉强撑住面子；另一边是越来越硬的乌克兰，用技术和盟友的加持把俄军的优势打成了劣势。火力军只能说，这场战争的胜负真的一眼可见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的战报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